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色新上线的2位新角色，到底有没有抽取的必要？我们先来看木属性的水生灵。水生灵是个专门用来拉条和净化用的辅助，它的关键能力是全体，不管拉条还是净化都是直接针对全体的。水生灵的被动会让它在每回合开始时，只要自身没有被控制，就可以为我方全体净化一个简易效果，成功净化后还可以恢复少量生命。升到等级5后，即使被控制了，也可以触发被动。水生灵的被动可算是木善雅的姐妹版，两人的被动能力都是净化和治疗，差别只在水生灵的功能更偏向净化，能净化全体，治疗的能力会比较低，而且只有在触发净化后才能治疗。木善雅则是主治疗，有很强的治疗能力，但不管治疗和净化都只能对2人。水生灵的全体净化非常克制沙朗，加上自身是木属性，不会被同是木属性的沙朗所克制，所以是攻克炼狱沙朗最好的角色。只要抽了水生灵，你就可以轻松的过沙朗炼狱了。不过水生灵的被动净化在 PVP 就比较没什么作用了，因为在一色里几乎每个人随手都能丢出2个简易，所以 PVP 被添加的简易也会很多，所以水生灵的净化更不轻来不及，更别说能准确的清除掉控制效果了。再加上现在 PVP 的席琳斯很多，一旦被动被封了，水生灵就完全废了，只能说它并不适合当前的 PVP 版本。水生灵的大招可以提升我方全体行动进度，并减少所有一格者和智鞘的技能冷却1回合，非常强势的技能。每当有单位阵亡，此技能的冷却还会减少2回合，让你可以更快的发动拉条。若在无冷却的情况下，触发了减少冷却技能，则会改为提升水生灵的行动进度，让你可以立即发动全体拉条。水生灵不是第一个能全体拉条的，但它的全体拉条能力却是目前全游戏最高的。这个全队拉条的能力，不管是放在 PVE 还是 PVP 都是很优秀的。水生灵的普攻也有概率减少自身的技能1回合的冷却时间，不过触发的概率很低，必须要将等级升满才会有感。水生灵的使用方式就是疯狂的给自己加速，去触发被动技能，然后在等待大招冷却时间结束，就释放大招。所以水生灵最需要的属性自然就是速度了，其次是生命和防御，它只要能活着就可以了。水生灵的智鞘也是用速度型的，推荐使用万圣节或胡狼卫士。若你的水生灵速度够快，就用万圣节，它能减少随机一个处于冷却的技能。水生灵的普攻和被动都是无冷却的，所以万圣节减少的必定就是大招的冷却时间，然后再和普攻的概率减少技能冷却配合，就能大量减少大招的冷却时间。假设你的水生灵速度不够快，技能没有升，冷却回合数比较长，那还是用胡狼卫士来提升自己的速度，稳定的触发被动技能会更稳。技能升级，只打 PVE 的水生灵不用升技能也能用，要省资源就这些先用着，等以后 PVP 能上场了后再来提升也不迟。假设你愿意花3000钻去买一个专属金格，那就把大招先升到2级，去提升一点拉条的效果。假设你还愿意继续投入，那就把大招继续升到4级和5级，最后就是把普攻也升到5级就可以了。水生灵的被动可以等 PVP 能用了再升满。接下来是火属性的科卡尔迪，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要靠速度来启动的角色，只不过它要求的属性会更多一些。科卡尔迪的核心能力看起来像是结火，每层结火会使被动附加的真实伤害提升 1.5%， 但伤害不会超过科卡尔迪 20% 攻击力，最多可以叠加16层，也就是最高可以造成 24% 最大生命的真实伤害。科卡尔迪的真实伤害就败在会被自身攻击力所限制，这也限制了他打 PVE 的能力。科卡尔迪能造成的真实伤害最多也就1000多，在 PVE 真的不痛不痒的。
科卡尔迪的被动也给了他无法被技能选为主目标的能力，这样他就可以避开攻击力较高的单体攻击，减少主输出被突然暴毙的问题。不过这项能力还是有罩门的，只要科卡尔迪被控制，无法被选中的能力就会暂时失效了。被动的第二个能力给了科卡尔迪暴击后就能附加真伤的能力，你叠了几层结火就能触发几层真伤。原本以为真伤是科卡尔迪输出的主力，结果没想到却被自身的攻击力限制了上限，费了那么多力气去叠，却只得来那几千的伤害。你就把它当成是科卡尔迪暴击后会附加一段普攻伤害就好了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科卡尔迪主要的输出能力还是在直伤，而不是真伤。被动的最后一个能力才是科卡尔迪的核心所在。科卡尔迪每行动2次，就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提升我方全体 20% 行动进度和附加暴击率上升。之后还会为自身叠加2层结火。其实科卡尔迪和水生灵一样，都是靠被动能力来启动的。结火的真伤只是辅助，被动行动2次触发的一个全体伤害，才是科卡尔迪主要的输出来源之一。黎黎和月夜见这种能快速单拉的，都是科卡尔迪的好伙伴。科卡尔迪的大招会先为自身附加2回合暴击率上升，然后再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最后才会为自己提升 25% 行动进度，并附加2层结火。由于是先攻击才添加结火，所以第一次使用大招时，身上没有结火就不会触发真伤。这是科卡尔迪第2大伤害来源，最大的伤害来源还是在被动的输出。被动只要行动2次，就可以打出全体 300% 的伤害。而大招在不计算减少技能冷却的前提下，4回合才能造成一次 360% 的伤害，所以哪个技能伤害更高，其实已经很明显了。所以科卡尔迪要优先升级被动技能。如果科卡尔迪不打 PVP， 那么被动只要升到4级就可以了， PVE 不缺那么一点伤害。其次是去升级大招，同样的，如果你不打 PVP， 那就只升到4级就可以了。提升最小的是普攻，如果只打 PVE 也可以完全不升。普攻加的只是普攻和结火的伤害，这些都是最小的部分。至于 PVP 玩家要不要去升级那一点和结火有关的伤害，就由大家实际体验后再自己决定了。科卡尔迪是个对属性要求很高的角色，而且还吃队员。科卡尔迪需要的属性是速度、暴击和攻击。关于科卡尔迪强不强的问题，现在争议性也很大，主要还是看你的速度、攻击和暴击达不达标。尤其是如果你的速度不达标，科卡尔迪的优势基本就发挥不出来。新手不建议这么快就去培养科卡尔迪，因为即使是只拿来打 PVE， 你也要投入8个金格，这是个不小的消耗。新手应该优先去培养其他通用性更高的角色会比较好，比如类型比较接近的罗喉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罗喉目前在 PVP 和 PVE 都很强势，练它总比练科卡尔迪来的强。科卡尔迪和水生灵一样，目前在 PVP 都是属于比较尴尬的。科卡尔迪也会被席琳斯的风被动控制，加上 PVP 强势角之一的龙妈刚好又是水属性的，很容易就会被龙妈反手给打死了。另外，蝰蛇也是一个很克制科卡尔迪的角色，它有暴击伤害降低、被暴击时反击、附加的减役速度和攻击下降，全都正中科卡尔迪的要害。最要命的还是它刚好就是水属性的。蝰蛇虽然不常在 PVP 出场，但只要你先上了科卡尔迪，人家就可以把蝰蛇拉出来针对你。科卡尔迪的智窍有3个选择，最适合的应该是伯爵，伯爵能提升基础攻击数值，这样科卡尔迪的真伤上限就会更高。而且伯爵有吸血能力，很适合科卡尔迪这种打全体的，用来回血。第2个可以考虑白辽舞者，这是新手最快获得的智窍，可以用来增加科卡尔迪的暴击伤害。不过缺点是科卡尔迪只有1段伤害，只能在2次行动时
多打一次伤害，所以暴击伤害会跌得比较慢。第3个选择是金狮子，由于科卡尔迪并没有追击或反击的技能，如果带了金狮子，就要使用战役的追击或者离离的助战来配合，这样才能更快地叠加金狮子的能力。不过科卡尔迪不需要效果命中，所以金狮子的效果命中其实也是被浪费了的。总结，科卡尔迪不是个必抽的强势角，但也不算弱，只是需要更多的属性来支持才能发挥。速度将决定它的效率，攻击上限则决定真伤的输出。科卡尔迪在 PVP 目前没有版本优势， PVE 也没有非要它不可的关卡，只能等下个赛季平衡调整后再看有没有提升了。科卡尔迪比较偏向于大佬的玩具，平民不需要抽，如果你真的对它很有爱的，那就先抽一只来备用，等有用的时候才来养。毕竟1色的卡池基本是不复刻的，错过了就很难在大池里捞出来。至于水生灵，它暂时也只能用来打 PVE， 但还是非常推荐新手抽一只出来应付沙狼本。沙狼本没办法拖，如果你的输出不足以快速秒杀它，那么水生灵就是一个能让你自动挂沙朗炼狱的好帮手。反正它不需要吃金格也能用，成本很低。这种低成本的对策卡都是非常建议抽一只起来备用的。PVE 偶尔也会出现能晕人的小怪，比如之前列车的小怪就是专门晕人的，只是这次改成了加盾的。但相信以后一定还会有类似的副本，所以水生灵是一定会有出场机会的。新手前期的升星资源也很有限，可以等要打沙朗时再来养它也不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